Hello，各位，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是阿伟。前阵子我有发布了一部影片，标题叫做《破解移动平均线秘密，让你赢在股市》。就是在那一部影片当中，我有详细解释了我所运用的唯一一个指标，就是移动平均线。我主要是用两组移动平均线跟3个参数，就是2组移动平均线就是 SMA 简单移动平均，还有 EMA 指数移动平均，3组参数就是20、60跟120日。对，这3组在里面我有详细讲了均线的算法，以及怎么透过体构价去推演，包括到最后数据上怎么应用。我觉得还没看过影片，大家可以去看那一支。接下来2个周末我都有去发我的投资账户记录，里面会用 K 线图去推演行情，有带大家看我是怎么用那些均线的。在这之外，我的 K 线图表当中，我还是会运用到其他的一些工具，让我去方便我去分析。所以我想说，就用这一集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我还有运用哪一些工具，或者是我还有在做哪一些 K 线图上面的观察，让大家去参考看看。好，那第一个我有在用的，大家应该都有看到，我去拉3个，就20、60、120的抵扣价3条可以移动的。那这个工具是什么呢？它在 TradingView 上面叫做斐波那契时区。那这个东西怎么拉？它其实就是在那个 TradingView 最左边的那个工具栏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个系列叫做江恩和斐波那契，你就可以点这个江恩和斐波那契里面的斐波那契时区。那这个具体要怎么和我拉的一样，你先拉一个20根 K 棒的，就是20天的，它那里面可以设定参数，你可以拉20日的斐波那契，后续你就是设定136，因为它要设定这个倍数，那3倍20的3倍就是60， 6倍就是120，那你就会得到一样这3个20、60、120的这个区间可以去拉动。那这个东西可以干嘛？接下来你可以去往右边拉，你就可以看到这3根就是均线的抵扣价会往什么方向移动。那在移动平均线那集我也讲了 SMA 它的抵扣价特别重要，为什么？因为线价跟抵扣价的位置就决定了什么？决定了均线的斜率，就代表均线会继续往右上角运行，还是有可能会转向。对，所以大家一样可以去运用这个工具去推演抵扣价会怎么移动。好，那这个就是斐波那契时区。那接下来我还有用其他工具，像是我会拉一条成交量。成交量有2种，第一种就是跟着 K 棒的，每一根 K 棒会对应到一个成交量，这一天有多少成交量发生。但我觉得这种成交量没有那么好用，我比较常用的是成交量分布，它代表是哪一个价格会有多少的人在这边成交。那我觉得因为我们判断就是压力跟支撑，我们会运用的是价格去判断，我们不可能是用日去判断压力跟支撑，所以我会用成交量分布。那一样在左边是可以免费使用这个工具的。我知道付费好像可以让 K 线跟着它走的时候，它会自己移动，免费就必须每天自己去拉。那多长的时间？我是拉250日，通常我们在交易里面会用250日交易日，或是252，通常用250交易日代表的是1年的交易区间，我就会拉1年交易区间的成交量分布，去看大量会落在哪一个成交价格上。那成交量代表什么？成交量在我的交易系统，其实它代表的是交易者的分歧。为什么会促成成交？有人看多，有人看空，他们才会进行换手这个动作。那如果有大量的人在这个地方换手，这个价格就特别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代表大多数人在这个地方建仓，大多数人的成本在这个位置。那代表如果这个位置你价格现在这个位置之上，那代表什么？代表大多数人都是获利的。其实跟移动平均线的概念也很类似，它代表是大多数人的投资的成本，持有成本在哪里。那通常我会怎么用？如果你的价格在这个大量之上，我会把下面那个大量当作是支撑。那如果你的价格在这个大量之下，我会把上面那个大量的价格当作是压力。好，那这个就是成交量分布。好，那接下来如果大家在细看我的那个观察系统，应该会看到最上面跟最下面有2条线，一条线是绿线，一条线是红线。那绿线代表是什么？这个代表的是我拉250日的新高位置。为什么新高特别重要？有些人是用52周啦，我是用250日交易日，因为创新高在这个交易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需要去观察的一个位置。为什么？因为代表这一年如果创新高，这一年所有里面成交的人，做多的人，他们全部都获利了。那这个行情大家都有共识往向上。那如果创新低，同理，在这个1年的交易时间里面，所有的投资者他们都是亏损的，那他们可能会割肉，会卖出。对，所以创新高跟创新低上面
那条线是绿线是创新高，下面这条线是红线是创新低。那也可以透过这2个区间的位置跟现价在哪一个位置去看目前的价格是接近新高还是接近新低，可以去做你不同的交易计划跟推演行情。好，那最后一个，如果大家还有在看我拉近，可以看到一些小三小形，有绿色的小三小形向上，还有红色的小三小形向下。那这个在我的交易系统当中，它就代表价格的不连续性。简单来说，它就叫跳空。你今天的成交价格跟昨天的成交价格中间是有价格存在的，那在跳空在交易上会怎么理解？价格不连续性通常代表的是，因为我们的有时候交易的时段不是24小时，可能有时候会收盘，有时候再过几个小时后来开盘。那如果当中有跳空，那代表什么？代表在这个期间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改变了大多数人的看多看空的想法，所以才会导致跳空。那跳空你就要去检视一下自己在看多看空的行情当中是不是要改变自己的思维，因为大多数人都有转向了，有可能跳空再更跳空，但是比较重要的是假如做空，那突然间跳空跳到一个重要的关键位置，那你第一个要去检查什么？检查你现在是做多还做空。那第二个就是检查均线有没有发生的实质上趋势的变化，还有第三个就是你要去检视这个跳空的区间跳了多大。如果有跳了3% 5% 这么大，那你还没有转变你的思维，很有可能就会是受害者。所以跳空的缺口也很重要。可是，在有一些交易的流派里面，像是什么聪明钱，或是一些我不知道流派太多了，他们也会是价格的不连续性，或是价格没有成交的位置，会认为他们那个价格一定会下来回来补。但是我是没有奉行这样的流派，对很多流派对跳空有不同的理解。好，讲完这些东西，大家应该就可以看懂我的 K 线观察系统了。那这一集就讲那么多，如果大家有不清楚，可以在下面留言。我在投资心态那集有讲过，大家尽量可以把自己的想法量化在这个 TradingView 的这个交易系统上面。为什么？因为我说人是会骗自己的，人真的是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就会骗自己。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Trade what you see, not what you think。对 ，Trade what you see, not what you think。对，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尽量把你所想到的策略或者想到的想法，就是量化在这个 TradingView 上面。而且它虽然要写程式，但现在 AI 那么盛行，对不对？像 Gemini 跟 ChatGPT， 其实你常常只要用中文去跟他讲你想要建构怎样的交易系统，你想要观察什么指标，我觉得大多数的状况下，他们都是可以帮你写出来那个指标直接套上去的。我觉得这个对交易者来说很方便。我之后也可以开一集跟大家讲我怎么写指标，运用 AI 工具怎么写指标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在下面留言加一，想知道。好了，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拜拜。